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关于什么是实相无相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通常啊，人都少不了自我意识，可以说人人都有自我意识。正是因为有自我意识，我们就会起分别心。因为起分别心啊，我们就会去计较、执着。就像如果我们口渴了，想喝一杯茶，那么无论是冰红茶还是绿茶，这些用来止渴的茶饮料很方便，对吧？尤其是冰过的更加解渴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去品茶的话，我想没有人会去超市买瓶冰红茶来品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之中可以发现什么呢？那就是如果是品茶的话，必须是现泡现喝的才能去品味。这种现泡现喝的品味就绝不等同于口渴了要马上喝茶来止渴，对吧？所以实相的实用性跟无相的突破性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在这里。就以茶而言啊，当冷的饮料来喝，或者是现泡现喝当成品茶的方式，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实相无相究竟在说些什么。我们就要思考一下，这里的有是什么，而无呢又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了什么没有。要知道，茶就是实相，实有相。那为什么说茶是实有相呢？因为茶作为饮料啊，不管是热茶也好，冷茶也好，都是茶。这并不表示热茶就是无相，热茶呀还是有相的，一个实有相。热茶、冷茶都是实有相，然而喝茶的时候啊，却是有差别的。那我们就应该体会到，热茶、冷茶是谁去喝呢？又是谁去分别呢？是谁在计较、执着呢？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我。如果你只是就知见上面去看，把自己的那个我放在一边的话，就无所谓实相无相了。所以说佛法呀是对人说的，对人的那个我而说的。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一点啊，忘记了那个我的话，我在这里讲的再多也没有用。实有相一定是中间有一个我，才会有实有相。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我，那么就没有实有相。所以不管我们说什么，这个我如果不被标出来，几乎都是虚妄的。什么冷茶热茶的，冷茶热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口渴的时候我希望冷茶，为什么？因为喝热茶烫嘴呀，我已经够渴的了，够热的了。那么谁还会要去喝热茶呢？所以都会起分别、计较、执着，不管是哪一个方面。所以说只要是人，就都会有分别。起分别心之后啊，也都会有计较、执着。而问题是说啊，你在分别什么，肯定要有一个实有相，而没有一个实有相的话，就不能起分别。可见不只是禅宗里是如此啊，我们谈实相，在佛教里面，如果离开了实相，就没有佛法可以说了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学佛很多年的，不管你是学什么法门，都是以一个什么心态呢？都是去否定、排斥、逃避的方式去害怕实有相。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，有的受了三皈五戒，有的呢受了八关斋戒，
还有些师兄啊受了菩萨戒。可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戒，基本的大戒，也就是5戒来说，都是相同的。假使我们走到菜市场，如果我们看到菜市场里有卖活鲜的，甚至有卖鸡鸭鱼肉的地方，很多人啊一定是不敢接近的。那么在这里面，你到底在分别什么，计较执着什么呢？据我所知道啊，很多受过戒的人，一到市场，如果有海鲜的摊子摆在进门的地方，80%以上他都会迟疑。如果这个市场的入口有2条路，他一定会绕走另外一条路，不经过卖海鲜的摊位。这其实啊，就是在害怕、逃避、否定。那么你在自我分别，在计较什么，执着什么呢？实有相，也就是说，卖海鲜的、卖鸡鸭鱼肉的，他们在菜市场里，可同时啊，卖蔬菜、卖水果的也在市场里。我们的目的啊，是到市场里买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那么为什么要在意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呢？我们很多佛教徒啊，在市场里面，尤其是看到卖活鲜的，看到一缸一缸的海鲜的时候，他就会走得特别慢，一边走啊一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他的起心意念是什么呢？你们可能说他是在超度他们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那么就错了。一般佛教徒啊，就是会用这种方式去做，有的呢，甚至还会拿着转经轮在那里慢慢的走。我们要去超度那些被杀害的鸡鸭鱼啊，甚至猪羊牛。可是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人啊，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？哦，遇到这种环境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往生咒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你只能告诉别人，你不是来买鸡鸭鱼肉的，仅此而已，没有其他的作用。真正修行办道的人啊，他的起的心念应该是啊，好可怜，过去这些有情众生啊，因为不知道因果，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儿，才会受到这种果报。而重点是啊，我们应该警醒自己，警觉自己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可是大部分的佛教徒啊，如果经过这些地方，都会念阿弥陀佛啊，念往生咒啊，来帮助他们往生。在我看来啊，这纯粹是在扯啊！你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呢？我们自己本身啊，身口意就不够清净，我们拿什么去超度他们呢？我们应该要把它当成一个警惕，我们应该警醒自己，警觉自己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所以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间啊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实有相，我们明明可以从中间引发自己的意念，然后趋向菩提，可结果呢却不是。往往我们结果是，我们总是自认为自己很有修养，我们要到那里去超度他们。同样升起的意念，它的结果的差距却是太大太大了。那么什么叫做实相无相呢？因为在我们的面前啊，你所看到的是鸡鸭鱼肉，这是实有相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进入无相的境界呢？在这里啊，不是说叫你去念阿弥陀佛，叫你去念往生咒去超度他们，那就表示你是执着于这一些。我们要把这一些动物们因为过去世不知道因果，做了很多违背因果的事儿，而现在受了果报的现象，用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，
就会引发你的菩提心，引发你的道心。所以什么叫做实相无相呢？就是说从实相上面去分别、计较、执着，在这个程序上没有错，都一样。可是它的内容不相同，一个呢是自我意识，而另外一个则是菩提道心。常常很多学佛的人知道了一点佛法，假使看到另外一个人也是信佛教的，表现了一些不太如法的事儿，就会马上讲：哎呀，你看你个学佛的，你不懂戒律，不懂道理，你违背了因果，你违背了佛法，你根本不像一个学佛的人。我们不要这么样去责备人家。我们如果谈禅，要想从实相中能进入到无相的境界的话，绝不是要你去看别人的缺点，而是拿人家的缺点用来反观我们自己，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相同的缺点呢？如果只是挑剔别人，好像自己很有修养，很懂得佛法，那最后呢，既伤害了别人，自己也得不到好处。实相无相这4个字可以说不管你是哪一个法门，84000法门都离不开这4个字，只不过禅宗把它标出来了，跟教所标出来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一个是比较深入，另外一个比较肤浅。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人人都有我，人人都有一个自我，同样都会起分别，我们同样都会去计较执着，而区别是你分别的是什么，你在那里计较执着的又是什么呢？唯一的差别就是说，一个是比较深入的内涵，一个是比较肤浅的内涵。如果说的更深入确切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，你马上就能得到解脱的缘起，可以引起你的觉悟。有的呢，甚至可以从这些现实里面去体会、发现更多佛法的道理。实相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实，我们只能去面对。问题是你有没有面对的本钱呢？我们要有面对的本钱，才有进入无相境界的机会。其实实相无相这4个字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的注意到它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那里修行办道。如果你是过一天算一天的话，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无相的境界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也就是说，有多少生命可以浪费呢？我们时间的消逝就是生命的减少。我们人有太多的妄想杂念，都是因为时间跟空间太多，所以尽是妄想杂念。最后呢，就是浪费生命，不能够抓住机会。禅门中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叫做当面错过。现实生活中间时时刻刻都可以从实有相中进入到无相的境界，可是当面错过的机会太多太多，我们能抓住的机会呢又太少太少了。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老了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学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每一天究竟能抓住多少呢？不只是每一天，如果把时间缩短到每一个时刻，我常说的要面对，可是面对要有本钱，那么本钱从哪里来呢？这个本钱就是在你每一个时刻你能抓住多少，你就有多少的本钱。错过了，你要想再抓回来，你就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也浪费了很多很多的生命。我常常感觉我的每一天时间都不够，总是有很多的事情
面对的问题也很多，而同样的，思考的机会也会很多。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会越多。常常有很多修行的人要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认为没有人打扰，一心一意的可以做一些什么。这种观念其实并不好。你一个人住，我以前说过，比如说你成天待在佛堂里，确实没有人打扰你，你确实可以一心一意的办道，你自己也能做得了主，也过得确实很轻松愉快。但是一旦你去到人多的地方，你回到人群中，那么你还能不能做得了主呢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家里很复杂呀，家里的人不信佛，意见很多，并且没有办法去沟通，没有办法建立起共识，好像全都是问题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，你抓住了什么没有呢？禅宗里面说十字街头好参禅。十字街头，想一想，够乱了。所以人多的地方，环境复杂的地方，应该是更好修行办道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只是想图一个清静，那只能叫做逃避现实。好，感恩大家，我是刘波。